你知道吗？有高达90%的慢性肾脏病患者，肾脏早就默默在求救了，但自己却完全不自知。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明明每天运动，吃得很清淡，也没有腰痛，抽血报告却突然跳出红字？你可能以为没痛就没事，但真相完全颠覆你的想象。肾脏是个非常会忍耐的器官。今天我要揭开一个秘密：肾脏会透过18个求救讯号，偷偷告诉你它需要帮助。从你上厕所的习惯、皮肤和指甲的变化，甚至呼吸方式，都可能暗藏警讯。请一定要看到最后，这些讯号不只是救你的肾脏，说不定还能救你一命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我们就先从一件每天都会做，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注意的事情开始：上厕所。第一，久久不散的泡泡尿。第一个征兆也是最常被提到的，就是泡泡尿。我要先帮大家厘清一下，我说的不是那种男生站着尿尿时，因为水流冲击产生几秒钟就消失的泡泡。我指的是那种像啤酒泡沫一样，一层厚厚、很绵密，甚至冲一次水还冲不太掉的白色泡泡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通常代表血液里的蛋白质跑到尿液里面去了。你可以把肾脏想象成一个超级精密的滤水器，里面有上百万个肾丝球，就像一个个超细的滤网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些滤网只会让废物通过，不该漏的东西是不会漏掉的。但当肾脏受伤、发炎，这些滤网就会变松，洞变大，蛋白质就会像漏水一样跑出去。而蛋白质的特性有点像肥皂，所以在尿液里就会产生这种不容易消失的泡泡。第二，凹陷型水肿，按下去弹不回来。当蛋白质大量从尿液流失，接下来很常出现的就是第二个征兆——水肿。这其实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。白蛋白在血管里很像一块海绵，负责把水分抓住，留在血管里。一旦白蛋白流失，血管就抓不住水了，水分就会跑到周围组织，于是就肿起来了。现在你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个小测验，把裤管卷起来，在小腿前侧骨头的地方用大拇指轻轻按压5秒钟，再放开。如果皮肤凹下去一个洞，而且没有马上弹回来，这就是所谓的凹陷型水肿。很多长辈一开始只觉得鞋子变紧了，或是早上起来觉得眼睛有点肿，但其实这可能都是早期肾脏病的讯号。更麻烦的是，虽然你的腿看起来肿得像萝卜，但血管里其实是缺水的。肾脏一感觉到缺水，就会拼命把盐分和水分留下来，结果反而让水肿更严重，变成一个恶性循环。第三，频繁夜尿。第三个征兆，我来破除一个很常见的迷思：夜尿多代表排毒好。很多人会觉得一个晚上起来尿3到4次，好像身体很会代谢，很干净。其实刚好相反，对肾脏来说，品质比数量更重要。正常情况下，晚上睡觉时，大脑会分泌抗利尿激素，让肾脏把尿液浓缩，减少尿量，让你一觉到天亮。但当肾脏开始出问题时，它很早就会失去浓缩尿液的能力，没办法把废物浓缩，只好制造一堆比较稀的尿液。所以，如果你睡前没有特别喝水，却还是一直起来上厕所，这时候真的不要太开心，反而要提高警觉。第四，尿量明显减少。前面提到，早期可能会出现夜尿变多，但当肾脏受损越来越严重，连最基本的过滤水分能力也会开始出现问题。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更危险的反转，尿量反而变少，甚至颜色变得跟深色浓茶一样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喝进去的水没有办法顺利排出来，只能堆在体内。如果堆在腿上，就是更严重的水肿；如果堆在肺部，可能让你开始觉得喘，甚至呼吸困难。所以，请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：如果你明明有在喝水，但一整天的尿量却不到平常的一半，这就是肾脏发出的紧急红色警报。真的不要拖，赶紧就医。
看完厕所的变化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你的双手还有皮肤上。第5，半分指甲。正常的指甲底部会有个白色的半月形，其余部分是粉红色的。但在某些慢性肾脏病患者身上，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变化，指甲的下半部分是白色的，但上半部靠近指尖的那一段却变成红褐色或是棕色。虽然目前医学界还没有完全厘清它的成因，但这种半分指甲的现象和肾功能衰退之间有相当高的关联性。第6，尿毒瘙痒症。这个症状是我们在门诊非常常看到，也让人很心疼的一个症状。曾经有一位伯伯来看诊，一脱下外套，整个背部都抓破皮，甚至还有流血的痕迹。他已经跑了好几次皮肤科，擦药、吃药都没什么效果。抽血发现是严重的尿毒症。当肾脏没有办法把尿毒素排出去，这些毒素就会堆在皮肤里，引发慢性发炎，同时让神经末梢变得非常敏感，直接刺激大脑的痒觉中枢。这种痒不是表面上那种干痒，而是从里面痒出来的感觉，而且通常晚上会更严重，很多人是痒到睡不着觉。所以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只当作单纯的皮肤干燥来处理。第7，不明原因的淤青与出血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明明没有撞到，身上却常常出现一块一块的淤青，或者刷牙的时候牙龈很容易流血，那也要多留意。因为当尿毒素累积时，会影响血液里的血小板功能。你可以把血小板想成身体自带的 OK 绷，平常负责止血，当它变得不粘了，凝血功能就会变差，于是就容易东淤青一块，西淤青一块。第8，晚期警讯尿毒霜。这个比较少见，通常是在非常晚期才会出现。当体内的尿素浓度高到一个程度，身体只好另辟管道，试着透过流汗来排出这些废物。当汗水蒸发之后，会在皮肤表面留下白色的结晶，看起来就像一层薄薄的糖霜一样，这就是所谓的尿毒霜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通常代表肾功能已经非常严重的受损，要尽快处理。很多家属在诊间会抱怨，宽宽医师，你劝劝他，他都不吃饭。但我都会赶紧阻止，因为很多时候患者是真的吃不下，不是故意耍任性，这就引出了接下来的征兆。第9，嘴巴里有金属味。很多患者会形容吃东西的感觉就像在舔硬币，这是因为血液里累积的尿素跑到口水中，再被口腔里的细菌分解成氨、阿莫尼亚等化合物，直接刺激味蕾。第10，呼吸带有尿味、尿毒素气味。同样的原理，呼出的气体会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阿莫尼亚味。对患者来说，这不只是身体上的不舒服，还可能让他们在社交场合感到挫败，甚至很自卑。第11，持续的恶心、呕吐与暴瘦。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催吐中心，本来是保护你避免食物中毒的安全机制，但当尿毒素在血液里飙高时，大脑就会误以为你中毒了，于是强制身体停止进食，甚至引发呕吐。这本是一种防御机制，却变成患者的折磨。所以当长辈闻到肉味就想要吐，请不要强迫他们进食，这时候需要的不是斥责，而是专业的医疗介入。肾脏不只是滤水器，它还是一个精密的工厂，负责调控体内的矿物质平衡。第12，半夜抽筋。如果你没有在剧烈运动，却经常在半夜熟睡时被小腿抽筋痛醒，这可能是肾脏在发出警讯。肾功能衰退会导致维生素 D 无法活化，血液中的钙浓度下降，肌肉就容易痉挛。这种抽筋不只是睡姿不对，要多多留意。第13，不宁腿症候群，无法控制的抖脚。晚上躺在床上，腿深处总有种蚂蚁在爬，强烈想动腿的冲动吗？这就是不宁腿症候群。这其实和体内的铁质有关。尿毒素会引发慢性发炎，让铁条素异常升高，锁住铁质，不让大脑使用。结果大脑缺铁，就会出现不宁腿症候群。患者常因此失眠到受不了。第14，皮肤下的坚硬白块。肾脏坏掉后，血液里的磷浓度会飙高，
和钙结合形成磷酸钙结晶。这些微小的石头沉积在皮肤下，你会摸到一颗颗黄白色硬硬的结块，但通常不会痛。第15，摸得到的血管硬化。当血管长期泡在超高浓度的磷里面，血管壁的细胞会精神错乱，以为自己是骨头，开始沉积钙质。X 光下可以看到明显的动脉轮廓，有时候你甚至可以在皮肤表面摸到动脉变得像吉他弦一样硬，这会大幅增加心肌梗塞的风险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第16，骨质疏松与身高变矮。血钙不够怎么办？身体为了自救会分泌副甲状腺素，把骨头里的钙质提款出来。长期下来，骨头就像被白蚁蛀空一样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这几年明显变矮，或轻轻跌倒就骨折，也要怀疑肾脏出了问题。第17，疲劳与呼吸喘。肾性贫血，肾脏负责分泌一种非常重要的荷尔蒙——红血球生成素，简称 EPO。当红血球生成素不足时，身体就无法制造足够的红血球来运送氧气，结果就是你可能爬个半层楼梯都觉得喘得像刚跑完马拉松，整个人像背着几十公斤的沙袋。好消息是，现在有人工合成的红血球生成素注射，可以帮助改善这种贫血状态。第18，最大也最可怕的征兆，完全没有症状。慢性肾脏病分5期，而最残酷的事实是，大部分人在进入第3期甚至第4期之前，可能完全感觉不到身体有什么异常。等到你真的出现前面说的严重水肿、全身瘙痒时，通常代表肾脏已经受损得很严重了。其实很多早期肾脏病都是在例行性抽血中意外发现的，所以定期检查真的非常重要。看完这18个征兆，先别慌。我想大家记住一件事：肾脏保养不需要神奇偏方，我一直推广的核心理念就是极简护肾，从最简单、最日常的生活习惯做起，才是真正保护肾脏的根本。首先，控制好血压和血糖，这是摧毁肾脏最常见的2大元凶。再来，拜托别再把消炎止痛药 NSAID 当糖果吃了，长期依赖这类药物会直接掐紧肾脏血管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门诊就有一位陈大哥，腰痛严重，经常吞消炎止痛药硬撑工作，结果肾功能急速恶化，差点要洗肾。我完全理解你想要赶快不痛的心情，但慢性疼痛一定要找医师讨论安全的止痛方法，别拿肾脏开玩笑。最后，多喝白开水，少喝含糖饮料，并保持规律运动，这些简单习惯就是守护肾脏、守护健康的第一步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